您最想去中国哪里玩？请订阅我的频道。今天带您走进泉州。泉州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，依山面海，土地面积11015平方千米，全市常住人口超过880万。这里的交流语言除了普通话外，本地人都以闽南语为主。泉州是被联合国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老区的房子一眼看去都充满着年代感。热闹的西街，香烟缭绕的关岳庙，传承千年的簪花习俗。半城烟火半城仙，它犹如一座活着的古城，这就是泉州的文化韵味。下面就一起来探索泉州好玩的地方。一、西街位于里城区，热闹的街区，古老的建筑。西街是大多数人来泉州旅游打卡的地方。西街是泉州最早开发的区域，东起双门前，也就是现在的钟楼下，西至西门素景门，也就是现在的孝感巷口。这片区域列屋成街，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。西街除了是繁华的经贸商圈，它还是泉州这座藏宝之城最大的宝藏和最炫的人文荟萃。开元寺、钟楼、定心塔、肃清门，这片街区的文物就有20多处。二、图门街距离西街约1000米。在这条长仅1000米左右的街道上，泉州府文庙、清净寺、通淮关岳庙同样分布着许多文化遗产。重檐五殿石屋顶，黄色琉璃瓦，龙纹柱身，通式彩绘。泉州府文庙在古代具有极高的地位。黄色琉璃瓦、龙纹柱身，这些都是皇家才允许的建筑装饰。泉州府文庙却获得了这种超高礼制的等级，可见古代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地位和经济文化的繁荣。图门街上的另一处著名景点就是清净寺。清净寺这座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2年，也就是公元1009年的古寺，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。整体建筑风格模仿了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伊斯兰教礼拜堂，采用石构建筑，现存的主要建筑只有门楼、奉天坛和明善堂。泉州烟火旺盛的寺庙关岳庙，为什么这里叫关岳庙？是因为主祀关羽在民国3年1914年增祀岳飞。在这处面积不太大的寺庙里，却真的是英雄汇集。门前的福禄寿正为左司关对圣帝君，右司岳开穆王张飞、赵云、徐达等历史上的24位名将为从祀。这里的威严正气就如寺庙门前的那幅对联写的：公平正直入门，不败无妨；诡诈奸刁到庙，倾城合意。三、石狮黄金海岸位于石狮永宁镇，被泉州市列为18个主要风景区之一。海岸线呈月牙形，绵延10几公里。大海、沙滩、礁石、神庙，这里集齐了吃喝玩乐。一座以游轮为主体建筑的海洋馆，可以在里面穿越热带雨林，去海底剧场看梦幻水母，看海豚表演，感受海洋的丰富物种和多彩的世界。海洋馆外面就是沙滩，踩在细腻柔软的沙子上，听着海浪的声音，吹着温柔的海风，阳光把影子投在沙滩上。远处的海上神庙珞珈寺成了最漂亮的一处风景。珞珈寺位于公屿岛，占地面积20多亩，四周被碧波荡漾的海水包围。一旦涨潮，寺庙便似在海上漂浮，变成一处海上仙阁。等到海潮退去，它又与陆地相连，露出的礁石犹如历尽了沧桑。庄严古雅的珞珈寺屹立于巨礁之上，伴随潮汐的涨落而不同的景致，仿若浮于海上的海市蜃楼。四、洛阳桥位于洛江区。洛阳桥又名万安桥，它与北京的卢沟桥、河北的赵州桥、广东的广济桥、
并称为中国古代4大名桥。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跨海梁式石桥，建成于宋嘉佑4年12月，也就是1059年。桥北起蔡襄路，上跨洛阳江水道，西至桥南路。桥梁全长834米，宽7米。当地民众为感念蔡襄功绩，为他建立了一座蔡襄祠。大殿石碑上雕刻的万安桥记虽然仅有153个字，但却记录下了这座伟大桥梁的建造时间、规划、耗资、作用和主建人员。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，才有了这座不朽的洛阳桥。5. 泉州天后宫位于李城区，始建于南宋庆元2年，也就是1196年，是海内外妈祖庙宇中年代最早、规格最高的古建筑。天后宫建筑群保存有宋代构件和明清时期木构建筑。泉州天后宫总建筑面积1200多平方米，主体建筑分布于南北中轴线上，有山门、戏台、东西阙、正殿、东西廊、寝殿、东西轩、4凉亭、2斋馆和梳妆楼等。其中正殿、凉亭和廊轩为明清时的构件，保存至今。在这座天后宫，到处都能看见飞禽走兽、花草、人物等各类雕刻精美的图案。传承到现在，妈祖已经是大多数闽南人的信仰。随着商人贸易和移民的足迹，妈祖信仰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。6. 西湖公园位于丰泽区。泉州的这处西湖公园虽然没有杭州西湖有名，但它的湖光山色一点也不逊色。公园总占地面积100公顷，其中陆地面积17.72公顷，水域面积82.28公顷，是福建省最大的人工湖。从1999年以来，总共投资了2.3亿元才建成。公园里的3座漂亮的古桥都有它们的渊源。21孔桥是仿建北京颐和园17孔桥，单孔桥是仿建吴江玉带桥，5孔桥是仿建扬州瘦西湖五亭桥。典雅古朴的建筑，繁花锦簇，波光潋滟的湖光山色，只是散散步，走走停停，在这里遥想古人的雅致和风韵，享受到城市生活中的清闲与自在。7. 中山路位于李城区。在李城区您逛了西街、图门街，那中山路也一定不能错过。中山路是一条传统商业街，贯穿城市南北，是泉州古城3片一线保护的重要地段。泉州中山路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，为了打破泉州古城长期闭塞的落后局面，这条马路原来叫南北大街，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，全国各城市的主要街道统一命名为中山路。泉州市南北大街也改成中山路。长达2公里，沿街廊柱式骑楼浓缩了南洋式建筑精华，罗马式钟楼、大上海理发店、基督教堂、花桥祠宫，每一处建筑都在为古城添加着魅力。从泥土路到石头路，东西2座塔，南北一条街，中山路就像一条璀璨的项链，串起古城的重要文物历史。8. 闽台园博物馆位于丰泽区，这是一座国家1级博物馆，占地达到154.2亩。它是反映中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历史关系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。馆内设有闽台园主题展和乡土闽台专题展2个基本陈列，是研究大陆与台湾关系史，特别是闽台关系史的重要学术机构。馆内藏品总数21080件套，珍贵文物数592件。其中就有台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一行来到中国闽台园博物馆，捐赠1984年台湾出版的《梁氏族谱》。圆顶设计的博物馆外观诠释的是天圆地方、万物归宗的理念。博物馆前的景观广场、九龙柱和卧碑则构成另一组寓意深远的景象。
以九龙吐珠象征着海峡两岸同胞都是龙的传人，海峡两岸的关系坚如磐石。景观广场中间的倒映池的水由里向外源源不断的流动，则是象征着海峡两岸关系源远流长。9. 安平桥，俗称五里桥，位于晋江市安海镇西畔，是横跨安海湾通往南安水头的一座梁式长桥。安平桥的修建比洛阳桥要晚了80多年，虽然吸收和借鉴了洛阳桥的经验，但也因为工程浩大而未能完成。直到1151年，新的泉州郡守上任主持续建，又经过1年才全桥竣工。安平桥的设计充满着古代人的智慧，根据水流的深浅缓急，确保桥梁的稳固。安平桥的桥墩就有3种不同形状：水较浅、水流缓慢处的长方形石墩，水深处的单边尖瓣船形石墩，水最深、水流湍急部分则改成双头尖船形。安平桥全长2255米，桥面用4至8条的大石条铺架。时间已经过去了800多年，现在的这里已经建起了公园。安平桥如长虹卧波，如同一幅绝美的画卷，古朴而庄重，向人们展示着它那不朽的魅力。10. 晋江五殿市，这是一处传统街区，位于晋江市梅岭街道。据资料记载，现在的晋江城区发源于青阳镇。五殿市传统街区是青阳现今存在的最后一片传统街区，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。而五殿市这个名称的由来，史料上记载是唐朝开元年间，5个蔡姓人在青阳的官道上开了5间店铺而得来。到了明清时代，五殿市已经成为一片繁华街区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商店鳞次栉比，周围更是发展出独具特色的闽南建筑。红砖墙、红瓦顶、红地板的红砖厝，两端往上翘起曲线状的燕尾脊，中西结合的番仔楼。这一座座充满闽南韵味的大厝，承载着漂洋过海谋生的人们对家的念想，他们背后承载的情感比大厝那扇厚重的门还要沉。